淨利潤93億，曹德旺給企二代接班樹立了榜樣。你在上面看到的是2014年曹德旺與曾慶後在央視對話欄目上互懟的經典名場面。當時曾慶後分享了娃哈哈2009年在西藏投資6000萬建礦泉水廠的經歷，並強調在高原地質建廠不確定因素太多，投資大，回報周期長，容易虧損，所以做水是最沒利潤的。台下曹德旺當場反駁，做礦泉水最大的成本是瓶子，裡面的水幾乎沒有成本，簡直賺死了。曾慶後連連否認。曹德旺便說他的弟弟在福建地區買金豬牌礦泉水都買瘋了，如果邹先生覺得不賺錢，他立刻讓弟弟也去西藏建座廠。面對曹德旺有理有據的反駁，曾慶後只能啞然失笑，不否認也不贊同。有網友評論，曾慶後人老實話不多。12年過後，曾慶後已離開人世，曹德旺也於去年宣布退休。娃哈哈與福耀玻璃被交到了企二代宗馥莉和曹輝手中，但兩者的現狀可謂天差地別。4月21日，福耀玻璃召開股東會，曹輝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成績單。2025年，福耀玻璃457億，同比增長16%，歸母淨利潤93億，同比增長24%。福耀玻璃全球市占率提升至35%，其中40%的銷售在海外。美國子公司營收79億，同比增長25%，淨利潤8.84億，同比增長40%。當着眾股東的面，曹德旺毫不掩飾地誇獎兒子：“他這個董事長當得比我強，我當董事長是不上班的，高興了才去公司轉一圈，他是撲在工作上研究新技術、新業務，比我深。”曹德旺得意之情溢於言表。反觀娃哈哈，去年爆發的繼承戰已嚴重侵蝕了集團的根基。首先是人事動盪，單一個宗馥莉是否出任娃哈哈董事長的問題就來回折騰了3次。其次是品牌歸屬，宗馥莉雖然是個持有29%的單一大股東，但是卻無法實際擁有娃哈哈品牌的控制權，被迫另起爐灶，創立娃小宗等個人品牌。不少經銷商表示，因為不確定未來宏盛能否持續供應娃哈哈產品，都不敢多打貸款。一邊是曹輝平穩接班，業績創新高，一邊是宗馥莉黯然離場，娃哈哈陷入分裂。同樣是大佬離場，二代接棒，為何結局如此迥異？曹德旺做對了3件事。第一件事是設計了一套清晰的股權架構，公司內無人能夠挑戰曹家的地位。在一次訪談中，曹德旺主動談及兒子的繼承問題，坦言曹輝的資歷、能力、水平或許不是最好的，但是他有一點比其他人強，他是曹德旺的兒子，他能手握左右公司重大決策權的股權，所以他能做董事長的位置。這句話雖然說的有點露骨，但是道出了企業繼承的底層邏輯，誰是大股東誰就說了算。娃哈哈是混合所有制，最大的股東是常州上城區的國資，占股46%。宗馥莉虽然是最大個人股東，卻始終受制於國資大股東和職工持股會。說到底，無論是宗慶後還是宗馥莉，都是娃哈哈聘請的職業經理人。宗慶後或許能夠憑借多年積攢的威望，牢牢掌控住娃哈哈，但是去年繼承戰鬧得太難看了，讓大股東失去了對宗馥莉的信任，他被解聘。從股權結構上看，幾乎無可辯駁。福耀則完全不同，曹德旺家族通過3億發展有限公司與和人慈善基金會合計充值約21%的股份，是福耀玻璃唯一的大股東與實際控制人。在股權分散的 A 股市場，這足以保證曹家在董事會中的絕對話語權。只要不出現極端情況，比如中小股東聯合抵制，福耀將永遠姓曹。這就是產權明細化帶來的傳承體系。曹德旺第二個高明之處在於活着的時候就確定了太子的地位。原本曹德旺的董事長任期是到2027年，但他選擇提前卸任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這是要通過提前公布接班人選來穩固曹輝的合法性，同時做到扶上馬送一程的效果。宗慶後則對繼承人一事閃烁其詞。現實中，宗馥莉早已在娃哈哈集團中擔任要職，歷練了10多年，具備了繼承的素質，但是受限於家庭內部矛盾，非婚子女的掣肘，宗慶後始終不敢把話說得太明白，並且更改過多次的遺囑，埋下了內亂的種子。曹德旺第3個高明之處在於他交班時，福耀玻璃正處於巔峰狀態。實事求是的說，曹輝之所以能夠交出如此漂亮的財報，還是曹德旺基礎打得好，公司營收連連增長，分紅屢創新高，股東們都分享到了好處，自然不會挑戰曹德旺的決定，為曹輝的接班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。而宗慶後是在病重期間被迫離開的，企業傳承中沒有提前演練，更没有制度鋪墊。據說他臨終前在 ICU 中仍緊握權力不放，客觀上導致了權力交接的真空。如果說曹德旺的傳承是東方智慧的典範，那麼李嘉誠則提供了一個制度化的參照。早在2012年，李嘉誠就公布了詳細的家族信託安排，長子李澤鉅掌管長河系，次子李澤楷獲得現金支持，自主創業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將超過30%的長河股份注入家族信託，自己則保留控制權，直到正式退休或者身故。這一套安排不是一纸任命，而是一整套法律、股权、治理結構的系統性工程。曹德旺的做法恰好介于两者之間，他既不像西方企業那樣完全依賴職業經理人，但也不像傳統家族企業那樣只靠血緣和威望，他以股權為底牌，以制度為保障，布局10年，完成了一次高質量的接班。总而言之，與宗慶後相比，曹德旺在最合適的時間做了最合適的決定。這些道理宗慶後或許也懂，但他深藏的秘密讓他無法做出理性的決定，最後導致了娃哈哈與宗家的雙輸結局。